嗨，亲爱的书友们，欢迎来到书海时光，一个为你每日推荐好书的心灵驿站。赶快关注我们，一起畅游书海，让阅读点亮每一天的精彩。今天我要向大家介绍一本充满奇幻色彩、深刻洞察人性与社会的小说《潘达雷昂上尉和劳军女郎》。这本书的作者是秘鲁文学大师马里奥·巴尔加斯略萨，他以其独特的叙事风格和深刻的思想内涵，在世界文学的舞台上占据着重要地位。略萨，这位被誉为结构现实主义大师的作家，一生创作了众多脍炙人口的作品。他的作品常常以拉丁美洲的社会现实为背景，通过巧妙的结构和细腻的描写，展现出人性的复杂与社会的多面性。潘达雷昂上尉和劳军女郎便是其中一部极具代表性的作品。它不仅在文学界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讨论，更在社会层面上引发了人们对人性、道德和权利等问题的深刻思考。那么，这本书究竟有着怎样的魅力，能让它在众多文学作品中脱颖而出呢？它又能给我们带来哪些启示和影响呢？让我们带着这些问题，一同走进这个充满奇幻与现实交织的故事。在开始深入了解这本书之前，我想先给大家讲一个关于人性的故事。在历史上，有一位名叫斯坦利·米尔格拉姆的美国心理学家，他进行了一系列著名的服从实验。在这个实验中，参与者被要求在实验人员的指示下，对他人施加电击。尽管参与者并不知道电击是假的，但当实验人员不断施压时，许多人仍然选择了服从，继续对他人施加电击。这个实验揭示了人性中一个令人不安的真相：在权威的压力下，人们可能会违背自己的道德准则，做出违背良心的行为。而《潘达雷昂上尉和劳军女郎》这本书，也正是围绕着类似的主题展开。它让我们看到了在权力、欲望和社会规范的从众压力下，人性是如何被扭曲和挣扎的。潘达雷昂上尉和劳军女郎的故事发生在秘鲁的一个偏远小镇。潘达雷昂上尉是一位循规蹈矩、忠于职守的军官，他接到了一项特殊的任务，负责组织和管理一支劳军女郎队伍，为驻扎在亚马逊丛林中的军队提供服务。这个看似荒诞的任务背后，其实隐藏着复杂的社会和政治因素。当时的秘鲁社会正处于动荡不安的时期，军队的权力日益膨胀，政府对军队的管控力逐渐减弱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军队内部的各种问题也日益凸显出来，而劳军女郎的出现，正是军队内部权力腐败和道德沦丧的一种体现。潘达雷昂上尉在接到任务后，内心充满了矛盾和挣扎。他深知这项任务的荒谬和不道德，但他又无法违背上级的命令。在执行任务的过程中，他逐渐陷入了一个充满欺骗、背叛和欲望的漩涡之中。从情节上来看，这本书充满了戏剧性和冲突性。作者通过巧妙的叙事手法，将潘达雷昂上尉的内心世界与外部世界紧密地联系在一起，使读者能够深入地了解他的内心挣扎和情感变化。同时，作者还通过对其他人物的描写，展现出了不同阶层、不同身份的人在这个事件中的不同反应和立场。2. 核心理念：权力、欲望与人性的碰撞。1. 权力对人的异化。在书中，权力是一个无处不在的主题，从军队的高层领导到基层士兵，从政府官员到普通百姓，每个人都在权力的笼罩下生活着。而权力对人的异化，在潘达雷昂上尉的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。潘达雷昂上尉原本是一个有着自己道德底线和原则的人，但当他被赋予管理劳军女郎的权利后，他逐渐发生了变化。他开始变得麻木不仁，对劳军女郎的悲惨遭遇视而不见，甚至为了维护自己的权利和地位，不惜对他们进行压迫和剥削。这种权力对人的异化，不仅体现在潘达雷昂上尉的身上，也体现在其他许多人物的身上。例如，军队的高层领导们为了维护自己的权利和利益，不惜牺牲士兵的生命和尊严；政府官员们为了讨好军队，对军队内部的腐败现象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正如书中所写，权力就像一场瘟疫，它会传染给每一个接触到它的人，让他们变得贪婪、残忍和疯狂。这句话深刻地揭示了权力对人的腐蚀作用，也让我们看到了人性在权力面前的脆弱和无奈。2. 欲望的驱使与道德的挣扎。除了权力，欲望也是书中一个重要的主题。在潘达雷昂上尉执行任务的过程中，他面临着各种各样欲望的诱惑，有对金钱的欲望，有对权力的欲望，还有对性的欲望。在这些欲望的驱使下，潘达雷昂上尉不断地在道德的边缘徘徊。他一方面想要保持自己的道德准则，另一方面又无法抗拒欲望的诱惑。这种内心的挣扎和矛盾，使他的精神世界陷入了极度的混乱和痛苦之中。例如，在书中有一个场景，潘达雷昂上尉在看到劳军女郎们悲惨的生活状况后，内心产生了强烈的同情和愧疚感。他想要帮助他们，但另一方面，他又害怕失去自己的权利和地位。最终，在欲望的驱使下，他选择了继续执行任务，而将道德抛诸脑后。这种欲望与道德的冲突，不仅存在于潘达雷昂上尉的身上，也存在于其他许多人物的身上。例如，劳军女郎们为了生存，不得不屈服于欲望的驱使，而那些参与劳军活动的士兵们，
也同样在欲望的驱使下，违背了自己的道德准则。3. 人性的复杂与社会的荒诞。通过权力和欲望的主题，作者深刻地揭示了人性的复杂和社会的荒诞。在书中，我们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人性表现，有善良，有邪恶，有勇敢，有懦弱，有忠诚，有背叛。这些不同的人性表现，在不同的情境下相互交织，构成了一幅复杂而真实的人性画卷。同时，作者还通过对社会现象的描写，展现出了社会的荒诞和虚伪。例如，军队内部的腐败现象，政府官员的贪污受贿，社会对劳军女郎的歧视和压迫等等。这些现象都让我们看到了社会的黑暗面，也让我们对人性和社会产生了更深刻的思考。正如书中所写，在这个世界上，没有什么是绝对的善，也没有什么是绝对的恶。人性就像一场永无止境的战争，每个人都在为自己的生存和利益而战。这句话深刻地揭示了人性的复杂性和社会的荒诞性，也让我们对人生和社会有了更深刻的认识。3. 重要习惯：批判性思维与自我反思。1. 批判性思维，洞察真相的力量。在阅读潘达雷昂上尉和劳军女郎的过程中，我们能够深刻地感受到批判性思维的重要性。作者通过描写潘达雷昂上尉的经历，引导读者对权力、欲望、社会规范等问题进行深入思考，并鼓励读者运用批判性思维去分析这些问题的本质和根源。例如，在书中，潘达雷昂上尉一开始对上级下达的任务深信不疑，认为自己是在为国家和社会做出贡献。但随着故事的发展，他逐渐开始对这项任务产生怀疑，并开始思考其背后的真正目的。通过这种批判性思维，他最终认识到了权力和欲望的黑暗面，以及社会规范的虚伪和荒诞。那么，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，我们该如何运用批判性思维呢？首先，我们要学会质疑。当我们面对各种信息、观点和现象时，不要轻易的接受，而是要保持一颗质疑的心。其次，我们要学会分析，通过对信息的收集、整理和分析，去探究其背后的真相和本质。最后，我们要学会判断，在分析的基础上，对各种信息、观点和现象做出合理的判断，并形成自己的观点和看法。2. 自我反思，认识自我的途径。除了批判性思维，自我反思也是书中一个重要的主题。在潘达雷昂上尉的经历中，我们可以看到他不断地进行自我反思，试图认识自己的内心世界，并找到自己的人生方向。例如，在书中有一个场景，潘达雷昂上尉在经历了种种挫折和痛苦后，开始反思自己的人生。他回顾了自己过去的经历，思考了自己的人生目标和价值观，并对自己的行为和选择进行了深刻的反省。通过这种自我反思，他逐渐认识到了自己的内心世界，并找到了自己的人生方向。在我们的生活中，自我反思同样是非常重要的。通过自我反思，我们可以更好地认识自己的优点和缺点，了解自己的内心需求和渴望，并找到自己的人生目标和方向。同时，自我反思还可以帮助我们不断地成长和进步，提高自己的综合素质和能力。1. 运用批判性思维分析社会现象。在当今社会，各种各样的社会现象层出不穷，我们可以用批判性思维对这些社会现象进行分析和思考。例如，对于社会上的腐败现象，我们可以思考其背后的原因和根源，以及它对社会的影响和危害。对于社会上的不平等现象，我们可以思考其产生的原因，以及我们该如何去改变这种状况。通过运用批判性思维，我们可以更深入地了解社会现象的本质和真相，并找到解决问题的有效途径。同时，我们还可以通过这种思考，提高自己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，为社会的进步和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。2. 运用自我反思提升个人素质。在个人成长方面，自我反思同样是非常重要的。我们可以定期地进行自我反思，回顾自己过去一段时间的经历和表现，思考自己的优点和缺点，以及自己的成长和进步。通过这种自我反思，我们可以更好地认识自己，了解自己的内心需求和渴望，并找到自己的人生目标和方向。同时，我们还可以通过自我反思，发现自己的不足之处，并制定相应的改进计划。例如，如果我们发现自己缺乏某种技能或知识，我们可以制定学习计划，通过学习来提高自己的综合素质和能力。如果我们发现自己存在某种不良习惯，我们可以制定改正计划，通过努力来改变自己的行为和习惯。3. 从书中汲取智慧指导人生选择。潘达雷昂上尉和劳军女郎这本书中蕴含的许多人生智慧，我们可以从书中汲取这些智慧，来指导我们的人生选择。例如，书中对权力和欲望的描写，可以让我们更加警惕权力和欲望的诱惑，避免被他们所控制。书中对人性复杂性的揭示，可以让我们更加包容和理解他人，减少与他人的冲突和矛盾。书中对社会荒诞性的揭示，可以让我们更加珍惜生活中的美好事物，更加积极地面对生活中的挑战和困难。
通过对潘达莱昂上尉和劳军女郎的介绍，我们可以看到，这本书不仅仅是一部精彩的小说，更是一部充满智慧和启示的作品。它让我们对人性、社会和人生有了更深刻的认识，也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思考问题、认识世界的方式。在当今这个复杂多变的社会中，我们面临着各种各样的挑战和机遇。我们需要运用批判性思维和自我反思，去分析和思考各种问题，找到解决问题的有效途径。同时，我们还需要从书籍中汲取智慧和力量，来指导我们的人生选择，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。那么，就让我们从现在开始行动起来，阅读潘达莱昂上尉和劳军女郎，并将其中的智慧运用到我们的生活中。相信在阅读这本书的过程中，我们一定能够获得许多有益的启示和感悟，也一定能够找到自己的人生方向，实现自己的人生目标。最后，我想用书中的一句话来结束今天的介绍：人生就像一场漫长的旅程，每个人都在寻找自己的归宿，而在这场旅程中，我们需要不断的学习和成长，才能找到真正的幸福和满足。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在这场人生的旅程中，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和满足。